大家好，我是大伟。我非常能理解肚子大的人的烦恼，非常的痛苦啊，全身上下哪里都能去减，就唯独这个肚子啊，就晃晃荡荡的就减不下来。而且咱们很多人啊，他肚子大，他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就结结实实的，就是这个皮上面摸起来硬邦邦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软软泡泡的这种。这两种类型其实啊都是比较难减的，特别是通过运动，无论你怎么去运动，怎么样去控制饮食，它这里啊就变化不大，让你特别的苦恼。那怎么办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去练习我们肚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来源于道家，叫做一晃二点。晃的是什么？叫做晃中脉。点的是哪里？叫做跪三点。这两个动作你每天结合起来一起练，你会发现整个腹部燃起了一团小火苗。这个小火苗热热的、热热乎乎的，练完以后里面舒服，而且呢，感觉这个肚子紧实了。就这样去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自己就能看到变化。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同时呢，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讲晃法。晃法呢，其实分为上半身的一种晃法，还有下半身的晃法，都不一样。我们先从上半身开始讲啊。上半身的晃法，摇中脉比较简单。你看，双脚并拢，整个人呢站直，腹部收紧，双手举过头顶合十，就这样。侧面看一下。腹部收紧啊，腹部收紧以后呢，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腹部来回的左右摇。你看这个腹部啊，你看手的位置就这么去摇啊，腿站直，腹部收紧，就这样去摇。摇着摇着，你能发现到里面的肌肉开始用力，同时里面慢慢的变紧，越来越紧，就这样的感觉。手和腿保持住啊，往上伸，整个人感觉被往上拔着一样啊，撑紧，然后开始摇腹，就这么去摇。啊，摇着摇着就有感觉，慢慢去摇啊，不要着急，不要啊快速摇。快速摇是什么？这样啊，不对的啊，这样是不对的。这种是没有控制力的摇，它都是一种惯性，不是你的收缩力。我们要慢慢的，你看控制力摇，摇腿并拢夹紧，尽量不要让腿部借力，就这么去晃。每天去晃一晃。左右晃一晃，晃上一个30下、50下，慢慢的能感觉到腹部变紧了，有发力感了啊，收得紧紧的，这个时候就完成了。这是上半身的一种摇法。那么下半身的摇法怎么去做呢？也非常简单，腿把它分开，分开以后，然后我们双手捧着小腹，也是道家的动作，双手捧小腹，捧紧了，你看往上一提，你看我的胸部变化。一提，胸部就上来了。为什么？腹部向内收，然后我们的腿站直，把我们的腿部，你看这么去晃，转呼啦圈转过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转，是不是？那么这样转是不对的。为什么？你一往前，这个腰部就受力，弓着的，看到没有？我们要怎么做？往前的时候，你看腹部一收紧，它就局限你，不让你往前了。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在你的极限当中去晃。我们在晃的时候，因为你的整个腹部在承受不同样的力，所以呢，它会在各个角度收紧。晃的是哪里？晃的是我们里面，同时呢，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泡泡的、紧紧的一些赘赘的肉，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手捧着肚子，捧紧了，就这么去晃。这个去晃上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每天就这样去晃，把它晃开，你能感觉到里面收紧的感觉就行了。好了。晃功讲完了，我们还要再讲点法。点法呢叫做跪3点，跪姿3点，每天去做一做，这个加强性更厉害啊。我们来接着往下看。那么跪3点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大家看好啊，双膝把它并拢，看到没有？双膝把它并拢在一起，同时呢手向前撑着地，撑完地以后，整个身体悬空，把你的膝盖不要碰地，悬空起来。侧面看一下，悬空起来，然后点3个位置。外侧、中侧啊，外侧啊，就是在我们的前面，你看3个点，分别是大概在10点钟方向、12点钟方向，还有一个2点钟方向，就这么来回的去点啊。侧面看一下啊，来看1下、2下、3下，点完以后再点回来，1下、2下、3下，配合你的呼吸，小腹收紧，就这么去做，左右为一次，去做上一个20下。就这么反复的去点，这个动作是能够很控制你的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腹部一直在发力，而且这个动作你做完以后，你能充分的感觉到你的腰和腹完全都锻炼到了。
这个感觉只有你们自己去做、自己去体会，才能得到答案。所以呢，这3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我的建议是呢，你的上半身的晃法和下半身的晃法各做1到2组，然后这个跪3点做一个3组。每天你只要能按照这样去训练，你的肚子就能一天比一天小，而且来得非常的快。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来自于日本，我们叫它摇骨盆。我们每天啊，如果说去摇骨盆10分钟，那就相当于你跑步1个小时。它的功效为什么这么神奇啊？因为在我们摇动骨盆的当中啊，它可以去把我们腹部啊周围的一些气血啊给它带动起来。其实很多人肚子啊，如果出现了一些肥胖或者肠胃消化不好、小腹发寒，那其实就是你的气血啊不通。所以如果说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动则生阳啊，运动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气血啊调动起来，让我们的整个代谢变好了以后，自然你的赘肉会消失，你的肠胃系统啊会变得更好啊。还有这个摇骨盆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功效，每天去摇一摇，你的身体、你的腰部啊都会带来很好的改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首先啊，咱们要躺在垫子上面啊，我们躺好了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腿啊双膝啊，注意看啊，这个双膝啊并拢啊，然后呢靠近咱们的腹部。如果有些人啊，他这个腿并不拢啊，没有关系，你只要尽可能的并拢，靠近我们的腹部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自己要采用一个摇法，它既然叫摇骨盆，我们叫摇，怎么摇呢？我们先是啊顺时针，看用自己的腹部的力量把它带起来。带起来以后，接近到你的胸腔啊，就是你能做的最大的极限就可以了。接近到你的胸腔，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一侧，腿尽可能的去靠拢啊，往一侧的看，摇过来，看注意看动作啊，慢一点，回啊，画一个大圆啊，回过来，好，继续。其实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有点困难，但是你越做啊，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真的非常的好。你会发现你在摇的时候啊，身体上面可能腰会发出咔咔的响声，也有可能在摇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腰部的肌肉啊会有一种酸胀感啊，都是很正常的。咱们摇就是把这些不通的地方给它摇通的啊，咱们就这样做啊，尽可能的啊，就是说到你的极限。就比如说这个是个圆啊，可能很多人他能做一个很大的圆，他能画很大，但是呢，有些人呢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硬，他只能画很小的圆，没有关系，咱们就按这个自己的极限去做啊。咱们这样做，摇了以后啊，身上会出汗，小腹会发热，这是最好的现象啊。如果没有关系，经常坚持做就好了。然后我们顺时针做完了以后啊，咱们要去把逆时针啊再做一下。逆时针做法就是这样啊，一样的动作。来，你看，贴近腹部，好，画过来，好，再来，贴近腹部，好，画过来。其实这样啊，可以很好的锻炼你的腹部啊，还可以帮助你改善腰部的一些问题，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些日常锻炼的方法之一啊。再来。啊，不要看这个动作简单啊，你去做一做，你会发现啊，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每一下摇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正常啊，就是去摇的话，我们正就是顺时针，咱们摇一个15到20圈，逆时针摇一个15到20圈，每天啊做个2到3组就可以了，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瘦肚子啊。改善宫寒，改善腹部的一些气血流通。如果你做完以后小腹发热、身上出汗，那是最好的一个现象。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出去，让知识传播下去。大家关注我的频道，我的频道里面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腹上面赘肉多，肚子里面啊是厚厚的一层脂肪包裹着咱们的内脏。面对这样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啊都非常困扰啊，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去减肥、去瘦身，但是啊，要么呢就因为动作难度过高，自己没有坚持下来；要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啊带来的效果啊和付出不成正比，最后没办法就放弃了。今天啊，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肌群，从而加快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循环代谢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减少我们腹部的一个赘肉。同时呢，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收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的腹部啊就会往里面缩，而且很多人做完拿皮尺一量，哎，明显的少了1到2
厘米啊。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有用，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腰围有明显变化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每天点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上一个2到5分钟，你的小腹啊就会一天比一天瘦。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究竟怎么去做。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先找一下腹部燃烧的感觉。这个腹部燃烧的感觉怎么去找呢？双腿啊，我们把它并拢，并拢了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脚后跟啊来回的抬起来，就像这样啊。来回的抬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啊，我的骨盆啊会随着我的脚后跟的抬起，会干嘛？左右的去转，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要人为的去加强控制我们骨盆的一个转动，就这样啊。你看我脚尖抬起来以后，你看去找一下什么感觉呢？这骨盆啊充分的在转，而骨盆为什么能被你啊控制着去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啊在发力。你现在要找着一种什么呢？肚子向内收，同时用力的控制我们腹部来回的转动啊，肚子向内收。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感觉，其实你想找到是非常难的啊。但是通过我们反复的练习啊，手摸着我们的腹部，给它一定的感觉，给它一定的指引，然后呢，我们的骨盆来回转动啊，控制住啊，来回的转。好，当你感觉腹部向内收，内部有一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那么恭喜你啊，我们腹部的燃烧感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啊做一个加强，然后呢继续去保持这样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瘦腹的效果。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加强，依然是保持我们之前啊双脚并拢，同时呢我们要开始把什么手往上伸啊，手往上伸，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把手啊合十，在我们的头顶合十，头部微微的向上看，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啊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动作啊，大家看啊，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转动，上身也会随着摆动。然后我们来配合呼吸，我们大约啊快速吐10口气，然后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再来，啊，就这样。这个感觉啊，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做完以后啊，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你的额头、后背都会出汗。同时感受最强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部。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动作，快速的加强了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肚子里面啊是热乎乎的，而且即便你不发力，就是自然站直，做完动作以后，你的腹部啊向里面戳一戳啊，都是非常的紧致的。这就是这个动作给你带来的帮助。好的，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的讲一下这个动作，给大家再念一下啊，大家最好跟着我一起去做。你看，双手举过头顶，肚子向内收紧啊，这个要素啊一定要记得。然后开始把脚后跟抬起来，来吐气，控制你的骨盆啊来回的转动。刚开始你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啊做下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控制力啊会逐渐的加强。好，吸一口气，吐10下，就这样啊。我们正常啊是1分钟左右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啊，中间休息1分钟。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啊就一天比一天瘦。好了，今天的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过肥的人啊，都会有一个心得，就是四肢是最容易瘦的，而我们的小腹啊是最难瘦的。那从我的方向来说呢，我看过很多减过肥的人，包括一些啊原来的一些易瘦体质，你会发现啊，小腹不仅难受，而且呢易长。很多人啊原来是瘦条条的，一到中年以后，慢慢的啊这个小腹上面就会堆积赘肉，哪里都瘦，就小腹胖。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小腹来说2点。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小腹是最容易堆积赘肉的，以及怎么样解决，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专门的去针对我们的小腹去瘦腹，达到一个定向精准打击的效果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咱们先说原理，小腹为什么最容易变胖？
那首先这要说到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了，我们会发现小腹容易变胖的人和久坐是离不开干系啊。只要你坐着，你会发现啊，那我们的气血从上流到下啊，最容易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腹部。为什么？因为唯一的一个穿行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这里啊，我们的腹股沟这里下面连通着2个气血大户啊，就因为一坐嘛，它就被压着，一压着啊，整个腹部的这个气血不通，它就容易让我们的小腹堆积赘肉。而且你会发现，堆积赘肉都是从下往上走的啊，不是说有的人上面大，慢慢再往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到重力的影响。我们要知道，脂肪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流通性，就是说脂肪啊，它会在细胞里面慢慢的往下沉，也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赘肉会慢慢的受到一些重力的影响，堆积在下方。而堆积在下方以后，又恰好的压住了我们的气血的一个大门，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好一个恶性循环，越压气血越不通，越不通呢，堆积的脂肪就越多，久而久之这个小腹就慢慢的出来了。那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个姿势，让我们的气血达到一个通畅的效果，往往这样呢就能抵消到我们日常当中久坐而来气血不通、堆积脂肪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把这个动作练好了，再配合每天适当的运动，就能够达到快速的让你小腹减少赘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动作可以激活我们深层的腹部肌肉，也能够有着帮我们缩减腰围的帮助。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来揭秘一下，看看这个动作究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首先讲一下手势。手是合并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掌面对着自己手掌面对着自己，然后往上去伸伸上去以后尽量保持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手肘伸直，并且尽可能的往我们的耳朵上贴近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面是摸着我们背靠墙，手面是尽可能的去往墙上靠拢，但是你不一定能靠得上，但是我们尽量去往上靠。这2点把它做好了以后，就是把我们整个上面的气往上拔然后呢，我们下腿并拢，然后整个身体靠在墙上。我们把这个动作只要一做，你就会发现你的腹部立马就被收紧了。然后呢，在这个姿势之下，它的整个气血循环的一个运行会比你原来正常站姿要快很多倍，而且立马能感觉到这个小腹变瘦变收紧的感觉。不信的话，你单手先做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摸一下你的这一侧的腰腹部是被拉紧的同时这个小腹不由自主的开始往内收。然后我们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好，就这样去站，你去站直一个，大概在5秒到15秒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背会酸，手上会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小腹被绷得紧紧的。我们正常保持一个20秒，然后踮脚5下，大家注意看，保持20秒以后，开始把脚往上跌，配合吐气，手往上伸大家注意看来。手往上伸，来2，来3，手伸的时候小腹也要收紧，3、4，好，最后一个5，好，这5下做完，加上之前的20秒，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腰背笔直，而且小腹你到时候就可以去量一下，做完以后腹部会被你刺激的紧紧的向内收。很多朋友小腹没有力量，长期久坐肚子容易堆积赘肉，你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每天你去做一个3到4次坚持去做，慢慢的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讲的话，难度也会逐渐降低，再配合适当的一定的运动，就能够让你的小腹变得越来越瘦一天比一天平坦。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我认为呢，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居家练习我们的形体练习我们的整个状态瘦小腹的一个好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我是大伟，每天给你分享一个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问我们的身体上面哪一块部位最难减，肚子说它是第2，就没有其他部位敢争。
争第一。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上面肚子是特别的难减，而且呢脂肪是特别容易堆积呢？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啊，你会发现咱们身体上面只要使用少的部位，它都特别容易堆积脂肪，只不过肚子这个位置呢特别的显眼罢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手臂下方，我们的腰腹部啊，我们的大腿内侧啊，包括我们的臀后啊，都是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啊，就是日常我们运动当中或者日常我们一些行为当中，它用的都特别的少。所以呢，脂肪特别容易堆积，就是因为它的局部代谢会变慢。但是腰腹部不一样啊，腰腹部它的脂肪堆积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美观，同时呢，很多人啊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内脏脂肪的啊。如果呢内脏脂肪过多，还会影响其的一个运化。所以呢，减去我们腰腹部的一个赘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道家的跪3点。这个动作是专门去激活我们腹部深层的一些肌肉，加快我们局部的代谢。你坚持练上一个30天，你会发现你的腰围啊会收窄很多。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腰腹部有明显感觉的啊，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一起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咱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所谓跪3点啊，就是我们以跪姿啊，大家看，但是腿是悬空的，看到没有？腿悬空的啊，点3个位置，分别是哪里呢？我们的外侧、中间，还有我右边的外侧啊，3个点。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演示。你看，腿并拢，膝盖并拢以后，就这样，身体旋转，点一下，回碰一下中间，再碰一下外侧，再来1、2、3、4、5、6、7、8啊。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它对于我们的核心，对于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刺激啊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很多人啊感觉这个动作可能只能练到我们腰腹，其实不一样。我们做完了以后啊，的朋友会感觉我的腰腹啊里面胀胀的啊，酸酸的，腿部的肌肉也会感觉酸酸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咱们来讲一下呼吸啊，这个动作的呼吸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吸一口气啊，大家看啊，你看，吸一口气，碰地的时候吐气，啊，就这样去做。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腹啊要往内收，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给大家演示一个错误的动作啊。我们做的时候啊，身体啊是垮着的啊，背是弓着的啊，然后这样去做是不行的。身体啊保持平衡，你看1、2、3、4、5、6啊，就这样反复的碰地。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作给全部完成了。咱们今天这个动作啊，左右来回算1次啊，每天做上5到10次，以自己腹部的感觉为准啊。就是你做完以后啊，这个腹部要有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够了。每天去练上一个3到5分钟的时间，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有一个神奇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